我因为太孝顺，连续3年给爷爷烧了9900亿冥币，直接把阴曹地府的经济体系干崩了。通货膨胀率飙升到3万，奈何桥边的孟婆汤涨价到10亿一碗，牛头马面因为发不出工资集体罢工。为了有口饭吃，我那死鬼爷爷竟然拉着一帮饿死鬼造反了。谁是陆岩？别闹，我在睡觉。睡个屁！起来还债！大半夜的，你们玩什么 cosplay？ 劫财没有？劫色，请排队。看清楚了，这是阴司最高法院下达的经济制裁令，因你陆岩恶意倾销劣质冥币，导致地府通货膨胀，现判处你扣除阳寿60年。60年！大姐，这玩笑开大了吧？我烧钱是为了尽孝啊！尽孝？你烧的那些印钞机、天地金行金卡，全是没有任何灵力的废纸。到了下面，除了占地方，就是扰乱市场。现在地府黑市上1吨冥币还换不了1个馒头。那我爷爷呢？你爷爷因为这事儿已经被列为头号通缉犯了。爷爷，乖孙子，太苦了爷爷呀！爷爷，您这是在拍抗战剧？拍个屁！老子在造反！阎王爷那老小子不讲武德，因为通货膨胀把我的养老金全冻结了。我现在身无分文，手底下的兄弟们饿得嗷嗷叫，反正已经死过一次了，老子干脆占山为王。爷爷，您都70多了，能别这么中二吗？造反可是要下18层地狱的。少废话！我跟那2个女鬼丫头说好了，她们是我的特派联络员。从今天起，你别给我烧钱了，给我烧军火、枪支、弹药、飞机、大炮，有多少来多少。只要我打赢了这一仗，抢了那边的金库，你的60年阳寿债务，爷爷替你平了，还能让你在阳间发大财啊！不好，他们攻上来了！孙子，快烧枪，记得要手搓，别拿印刷片糊弄我。听见了吗？陆大帅说了，让你现在就开始干活。你动作快点哦，不然大帅要是被抓了，你的60年阳寿就真的没了，到时候我们就要守寡了。等等，守什么寡？大帅许诺的呀，只要你负责后勤，我们姐妹俩负责你的安全。毕竟这年头，想要抢你这个军火库的恶鬼可不少。别废话了，离天亮还有3个小时，这是地府阴气最重、物流最快的时候。现在，去把你们家祖传的工具箱拿出来。但我爸嫌着这行晦气，早早就改行去送外卖了，只教了我一点皮毛。但我只会扎纸人，不会扎枪啊！废物！哼！闭眼凝神，我用鬼手缚灵术带你扎一次，记住这种感觉。这就是幽冥突击步枪，还差点火候。烧了它。陆老头，束手就擒吧！你的阳孙接嘴还在睡大觉呢。放屁！我孙子最孝顺。哈哈哈！来了，老子的意大利部队，老子的 AK 炮来了！我操，这是什么法器？快撤！真的，这金条的重量至少2斤以上。乖孙子，枪很好用，再给我整2箱手榴弹，我要去炸了他们！我握着金条，感受着那种沉甸甸的质感，原本的恐惧瞬间烟消云散，取而代之的是一种难以言喻的狂热。去他的一夜暴富，这才是真正的风口啊！若云姐，小满妹妹，快把所有的竹篾都拿出来！今晚我不睡了，我要让爷爷把地府打穿！开门，快开门！李大师在吗？这么晚了还有生意？别怕，是人，而且是个有钱人。
大师。家师先悠去了，现在这铺子我做主。这位女士，我看你印堂发黑，眼底青黑。如果我没猜错，令尊最近在下面过得不太好吧？神了，真是神了！大师，你一定要救救我爸。昨晚他给我托梦，说他在下面欠了高利贷，被人堵在胡同里打，让我给他烧钱。可我烧了几千万了，他说根本收不到啊！欠高利贷，爷爷现在最缺的是什么？除了军火，就是人才啊！那帮孤魂野水，打架靠生扑，毫无战术素养，更别提修筑防御工事了。这位女士，实不相瞒，令尊在下面的情况，单纯烧钱是没用的，因为现在的地府，钱就是废纸。那怎么办？难道看着我爸被打死？死倒是死不了，顶多魂飞魄散。那怎么办？本天师倒是有一条路子，我在下面有个的朋友，正如日中天。如果你爸愿意投靠他，不仅没人敢欺负，还能混个开国元勋当当。投靠军阀？令尊生前是做什么？搞房地产开发的，主要是修路架桥、建别墅。妥了，工程兵总指挥啊！今晚子时，你去十字路口，把你爸的生辰八字和这封信一起烧了，顺便再烧2台挖掘机，记得要加上防弹装甲的那种。发财了，发财了！别高兴得太早，别高兴得太早。你刚才泄露天机，又私自招募阴兵，地府的巡查司很快就会找上门。大帅，我只会盖楼盘啊！一样。那2个孙子最近调集了阴司重装骑兵团，老子的战壕不够深，给你3天时间，给我修一条马刺诺防线出来。材料不够就去拆奈何桥。只要军饷到位，别说防线，我把阎罗殿给您拆了都行。好，有魄力，乖孙子，听见没？给我烧钢筋水泥，还有挖掘机、推土机、起重机，全套的工程设备给我整过来。老子要搞基建狂魔！手搓 AK 就算了，现在还要我手搓挖掘机，这是要累死我呀！接下来的3天，我仿佛回到了高3冲刺阶段。白天去废品站收硬纸板，晚上在店里疯狂扎纸。为了还原挖掘机的液压系统，我甚至自学了机械原理。苏小满也没闲着，他用鬼力帮我裁剪纸张，效率提升了不少。别人家的老公送花送钻戒，你倒好，送挖掘机。不好，有狗来了！陆岩，非法走私军火，扰乱阴阳秩序，跟我们走一趟吧。是巡查司的夜游神小队，他们是专门抓捕违规术士的，实力比普通的阴差强太多了。当你家姑奶奶不存在吗？老公，快烧！只要东西送下去，大帅就能感应到这边的危机。想送货，做梦！风灵咒！去你大爷的！地府黑风岭，阴云压顶。哈哈哈哈哈哈！
小的们，不管是阎王还是判官，凡是挡路的，都给老子推平了！黑风岭防线被突破了，陆大山的老疯子挖到了叛殿的地基。陆岩，你等着，这事儿没完！阎罗王已经震怒，下次来的就不是我们了。是吧？死不了。不过你这次闹出的动静太大了，挖断判官殿地基，你爷爷这是要上天啊！哼，大帅太帅了，这下地府的房价肯定要崩。瞧见没？那两个黑白庄子被我活生生钉进坑里了。那个工匠真是个奇才，他加持的这套斗尺，配合你这台挖掘机，简直是降妖除魔的利器，所向披靡。水泥笔号不够，加骨灰。那边的，把敌人的头盖骨拿来当砖头，要环保，要循环利用。现在方圆500里的孤魂野鬼都来投奔我了，兵力扩充到了10万。但是问题来了，人多了，吃饭是个大问题。你之前烧的钱虽然多，但现在地府通货膨胀太大，而且阎王爷搞了货币改革，以前的冥币全作废了，现在只认灵石和香火。那怎么办？老子想了个招，既然他们不让用冥币，那我们就发新货币。我打算成立大山银行，发行幽冥军票，但是这军票得有信用背书，你得给我烧点硬铜货下来，作为主奔金。黄金在下面也就那样，最硬的通货是现在的数码产品，手机、平板、游戏机。那些小鬼头为了玩一把王者荣耀，连命都愿意卖给我。这老头子生前是个农民，死后怎么变成经济学家了？还有，给我烧几个信号基站。爷爷，基站我也得会扎呀。学，不会就去蓝翔。为了你那60年的阳寿为2个鬼媳妇儿，赶紧给老子动起来！为了满足爷爷的科技强军战略，我被迫开启了地府江户师模式。普通的纸招手机烧下去也就是个模型，根本开不了机。想要纸招电器在下面能运行，必须注入灵引，也就是捕捉一些孤魂野鬼，封印在纸招里，充当 CPU。这是不是有点不人道？那是妖，不是人。而且，能在地府玩游戏，对他们来说也是一种福报，总比在荒野里被大鬼吃掉强。于是，第一批幽冥凤15 Pro Max 在我手中诞生了。我还在里面预装了地府版微信、饿了么以及各种氪金手游。这批货在火盆烧下去的当晚，地府黑市炸锅了。因为爷爷垄断了基站信号，所有的手机只能连入他的预联网。那些原本效忠阎罗王的阴兵，为了蹭网打排位，竟然偷偷跑到黑风岭阵地边缘借网。大帅，敌军一个营投诚了。为啥？他们连长说，只要能让他充满电丸，一局吃鸡，枪都可以不要。科技改变战争，古人诚不欺我啊！乖孙子，下一步给老子烧服务器，我要搞地府元宇宙，把那10殿阎牢都拉进来割巧菜。然而，我的生意做大了，总会招来真正的巨鳌。这次盯上我们的不是阎罗王，而地府最大的资本家，掌管地府财政大权的钱庄庄主沈万三。陆老板，生意兴隆啊！在下沈万三，特来谈一笔大生意。我心里咯噔一下，人的名数的影，这可是财神爷级别的人物。沈老板，我这小本买卖恐怕入不了您的法眼吧？这里面是500亿灵石的底货账，在地府任何一家钱庄都能兑换。我要买断你在阳间的所有供货渠道。确实有这笔钱，我在阳间能买下半个城市，爷爷在地下也不用打仗啊。但是，沈老板，您这是要断我爷爷的后路啊！陆大帅的军票是靠我烧下去的物资做抵押的，断了货，军票就是废纸，他的军队立马就会哗变。陆大山搞乱了金融秩序，必须死。我是个生意人，不想动粗，但如果你敬酒不吃吃罚酒。万不归王吉，老公快跑！这沈万爸把看家护院的都带
跑？往哪儿跑？今天我就把你的魂魄抽出来，炼成点哨机！哈哈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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该死，拼了！既然是做军火生意，没点防身家伙怎么行？南无加特林菩萨，六根清净贫油蛋，一息3600转，大慈大悲度圣人。好小子，竟然还有这手！不过，你以为这就结束了吗？金钱落地，人头不保！谁敢动我孙子？沈万三，一个老财迷，敢动我陆家的人，信不信老子现在就调集炮兵团，轰平你的聚宝盆？陆大山，你这是在自取灭亡！阎罗王已经批准了天谴令，不出3日，天雷就会轰平你的黑风岭。天谴令，那是什么？那是地府最高级别的军事打击，引动9天神雷，无差别轰炸。别说你爷爷那点土堡垒，就是阎罗殿也扛不住几下。那怎么办？等死啊！孙子，怕个球！天雷也是能量，只要是能量就能利用。林富贵那老小子跟我说，他在上面做工程最擅长的就是并臂雷针。既然他们要劈我，那我就造一个超级引雷塔，把天雷引下来，给我的幽冥高达充能。高达，爷爷，乖孙子，最后帮爷爷一把，把你店里所有的材料都用上，给我扎一个引雷阵的核心部件。只要这一仗赢了，老子就带着10万阴兵杀进阎罗殿，改写生死簿。小满、若云，关门谢客。今晚我们要造个大家伙。为了制造这个引雷核心，陆岩彻底豁出去了，这几乎耗尽了他毕生所学，这已经远远超出了传统扎实的范畴。他要在极其脆弱的材质内，硬生生构建出一套能够承受9天神人之力的符合范。只要有一笔画错，引下来的就会顺着冥冥中因果线，瞬间将他自己给劈成一具焦炭。与此同时，韩若云和苏小月也没闲着，为了寻找能够承受并引导天雷的绝佳导电体，他们俩趁夜里势力博物馆，利用鬼修的神通，把注入到千年在成型的引雷核心之中，与朱砂符文发生剧烈的能量反应。赶紧烧！今晚子时就是天谴降临的时刻，晚1秒，你爷爷就成灰了。陆大山，尔等逆天而行，今日便是你的死期！哈哈哈，来得好！林富贵，开启接收装置。是，大帅。警告，能量过载，蓄能池即将爆炸。把能量导出去，导给1号机库。系统启动，能源核心充能完毕，武器系统上线。哈哈哈哈，这才是男人的浪漫。这驾驶舱我是按照小时候玩的街工设计的，简单粗暴。看管老儿，使我1记雷拳。迎着天空中劈落第2道水桶粗的气势，毫不瘪胀的一剑挥出。什么？这怎么可能？他活了这么多年，见过修仙的，见过修魔的，还从未见过用这种方式作弊的。所有人听令，全军出击，目标阎罗殿。引兵大军向阎罗殿冲啊！打进阎罗殿，为了大帅！冲啊！打进阎罗殿，为了大帅！
陆大山，你这是造反，这是逆天！就算你毁了我的殿，阎罗王陛下也不会放过你的。18层地狱的恶鬼一旦失控，3界都要完蛋！少拿那一套吓唬老子，老子查过了，18层地狱的恶鬼早就想出来透气了。林富贵，给那个判官看看我们的拆迁协议。判官大人，签了吧。大帅承诺，只要投降，送你一套地府2环的江景房。我堂堂地府2把手，你当我是钉子户？闹够了吗？阎王爷，孙子，糟糕！这老小子是满级号，装备压制太狠了。天谴令，那是什么？那是地府别说你爷爷那点土堡垒，最高级别的军事打击，引动9天神雷，无差别轰炸。陆大山，你很有创意。这几千年，地府死气沉沉，你是第一个让我觉得有点意思的鬼。但是规矩就是规矩，你搞坏了经济，我可以忍；你打了判官，我也可以忍。但你千不该万不该用了天雷这种不属于阴间的力量，这会引来那些东西。那些东西。Oh my god！ 这里就是东方地狱吗？看起来很穷酸的样子。西方地狱，撒旦的远征军。传说东西方地狱有结界互不干扰，怎么会突然入侵？是因为通货膨胀，爷爷发行的军票冲击了国际汇率，现在地府乱成一锅粥，他们想趁火打劫。自我介绍一下，路西法旗下贪婪军团长马农。无效。在这个领域内，东方道术无效。阎王阁下，交出地府的开采权，或者毁灭。道术无效，那物理攻击呢？老子的机甲可是烧柴油的。孙子，别发呆了！这帮洋鬼子玩魔法，给老子烧点针对性的，要洋气点的。我们要搞中西结合，洋气点的，还要针对魔法。若云姐，去把隔壁五金店所有的银粉都买回来，还有大蒜，我要几吨大蒜。好。小满，去打印店给我打印1万张十字架的高清图纸，要带 LED 灯光特效的。爷爷，接好了，这是我为你特制的范海恩套装。你的消除就让我，马恩。兄弟们，换装！我的眼睛，这是什么生化武器？卑鄙无耻，竟然用大蒜这种低级植物！吃老子一记圣光物理超度！我的眼睛，该死！撤！快撤！东方人疯了！怎么样，老严？光靠法术是不行的，还得靠科技。要不咱们合伙，我负责国防，你负责行政，
成交。但是你那个孙子恐怕有大麻烦了。灵异事件特别调查组，陆岩，我们监测到你这里有极其异常的能量波动，涉嫌跨境走私重型军火以及恶意散播大蒜气味污染环境，跟我们走一趟吧。警官，我说我是在搞艺术创作，你信吗？二位鬼修小姐最好别动，这是破煞枪，专门对付厉鬼的。我们是国家正规军，不是那帮江湖骗子。陆岩，坦白从宽，你知不知道，因为你的行为，纸价都涨了3倍。而且，就在刚才，西方外交部发来抗议，说有一股神秘的东方力量导致他们那边的灵界出现了大蒜味雾霾。你到底在干什么？赵队，其实我是个爱国商人，我爷爷在下面受了欺负，我这不也是为了维护咱们东方地府的尊严吗？这不顾尊严就要烧核弹，维护尊严就要烧核弹，我就这样跟几乎他攻上烧核弹。你是说万仙阵？对，我已经开始着手准备了。那是备用方案，还没实施呢。华三，他卖的那些乱七八糟的军火，导致我们茅山的符咒、桃木剑根本卖不出去。现在的鬼都不要香火了，全都要什么5G 手机、加特林，这是不正当竞争。他卖的那些乱七八糟的军火，导致我们茅山的符咒、桃木道根本卖不出去。现在的鬼都不要香火了，全都要什么5G 手机、加特林，这是不正当竞争。王大师，这叫产业升级，你们那套落伍了。现在的鬼都讲究用户体验。你妖言惑众，赵队，把他交给我，我要开坛做法，废了他的道行。王大师这种行为十分反感，但考虑到其背后茅山财团错综复杂的人脉网，他陷入了短暂而沉重的沉默。我看谁敢动地府的皇家特供商？黑白无常。你们怎么能随便上阳间？王大师，时代变了，我们现在可是拿了阳间通行证的合法外派人员。陆岩先生是我们陆大帅的亲孙子，也是阎罗王陛下钦点的地府军工首席顾问。如果没有陆岩提供的军火，第一道防线一旦崩溃，那些西方吸血鬼和恶魔就会冲到阳间来吸你们的血。这人，你们是抓还是保？陆先生，误会都是误会。既然是为国守门，那就是自己人。以后有什么需要原材料的，直接打报告，我们局里特批。这就放了？还不滚！想下去喝茶吗？现在的茶位费可是很贵的。宝贝孙子，干得漂亮！因为你的大蒜加特林，咱们不仅守住了防线，还反攻了30里，抓了一堆吸血鬼俘虏，现在都被林富贵拉去搬砖修长城了。这些洋鬼子力气大，还不用睡觉，真是顶级劳动力。爷爷，您悠着点儿，西方那边肯定不会善罢甘休的。陆岩说的对，马文只是个先锋，据说路西法已经苏醒，正在集结七宗罪的主力军团，而且他们这次带来的不仅是魔法，还有西方的炼金科技。听说他们造出了一种魔能飞艇，我们的 AK-40打不到天上。怕个鸟！他们有飞艇，我们造航母。宝贝孙子，这次玩个大的，我要那种能飞的，能装几百架战斗机的，还要能发射东风快递的大家伙。冲天母舰，爷爷，这工程量……别废话，钱不是问题。刚才沈万三为了赎罪，把半个家产都捐了，把全市的造纸厂都给我包下来。我要组建地府第1联合舰队。
这就是幽冥号。赵队，科学的尽头是玄学，只要信念感够强，砖头都能飞。你看，这幽冥号就是最好的证明。这是什么怪物？小的们，哈哈哈，让这帮土包子见识一下什么叫降维打击！所有舰载机起飞，担载弹机，导弹锁定，给老子把那些飞艇打成漏网！凡人的雷鸣也敢挑战神明。大帅，护盾撑不住了。本来想留着过年的，孙子，启动终极协议，把那个东西给我激活！在此之前，我其实还在母舰内部藏了一个彩蛋，那是用我那一滴至阳童子血配合爷爷的本命魂火制作的一个特殊装置。地府战场，幽冥号的甲板突然裂开，一个巨大的发射井升起，一枚涂装成红白相间、画着太极图案的巨型导弹缓缓竖起。这不是普通的导弹，弹头里装的不是火药，而是我收集的来自阳间亿万网友的键盘侠喷之力，也就是传说中的红莲业火。路西法是吧？你很拽是吧？尝尝我们东方特产众生之怒！不，这是什么力量？为什么充满了嘲讽和怨念？追！给老子追进西方地狱去！把他们的地盘占了，以后我要在那边开分店。几天后，阳间扎纸铺，生活似乎恢复了平静，但我知道这一切只是开始。老公，吃饭啦！别松懈，虽然打跑了路西法，但听说上面的天庭也开始关注这边了。查账？你爷爷搞的动静太大，玉皇大帝派太白金星下来查账了。爷爷搞的是阴间经济，关天庭什么事儿？我以为爷爷身后会跟着一群阴兵，但他身后站着的不是阴兵，而是一个牵着哮天犬的三眼帅哥。乖孙子，这次麻烦大了。二郎神说我非法改装违纪车辆，要把我的幽冥号拖走扣押。你会扎宝莲灯吗？或者开天符也行。咱们可能要跟天兵天将干一架了。喂，赵队吗？我们要不要考虑一下开展星际争邦项目？对，这次的目标是南天门。二郎真君，这幽冥号是我地府的合法财产，哎，上面贴着合格证呢。陆大山，少跟我嬉皮笑脸！玉帝有旨，地府私造武器，严重威胁三界治安，不仅要扣车、扣船，还要把你押上斩妖台走一遭。斩妖台？我看你是想碰瓷儿！小子们，给他看看什么科技修仙，全见！目标：哮天犬，发射乎极品和牛骨头诱导弹。爷爷，您这也太损了吧！死狗，回来！
启动南天门计划防御系统。刑天舞干计，猛志故常在。不，现在是刑天舞光剑，专治各种不服。哈哈哈哈哈哈哈！趁他病，要他命！主炮充能，发射东风99诛仙版。哈哈哈哈哈哈！你等着，10万天兵并天将马上就到。赢是赢了，但这下彻底把天庭得罪死了。陆大师，你刚才那一炮好像把天庭的南天门牌匾给震歪了。上面刚才发来急电，问我们是不是在搞反物质实验。啊！这次光靠高达恐怕顶不住了。李天王的玲珑宝塔专收异类，哪吒的混天绫能搅碎一切物理防御。帮我申请一下国家电网的支援。你要干什么？我要造一个人造太阳。这可不是普通的纸球，内部结构参考了托卡马尔装置，核心处封印了一只万年火晶。爷爷，这是戴森进球计划的核心，把它挂在幽冥号顶上。既然他们用仙术，我们就用核聚变。陆大山，束手就擒，擒你大爷！物理学圣剑，恐怖如斯。阿弥陀佛，给民僧一个面子，停手吧。起步！佛祖，不是我想打，是他们欺负老实人。你还老实人？你都快把地府改成兵工厂了！三界自有定数。陆施主虽然行事乖张，但也抵御了外敌。不如这样，陆大山受封地府安保大元帅，负责镇守阴阳两界通道。天庭撤兵，但地府必须接受三界联合监管。不好，能量过载，撕裂了维度壁垒。我们一直在透支阴阳两界的能量，引来了界外魔神。这一次不是物理裂缝，而是概念上的消失。是虚空。上古时期被盘古大神封印在界外的无，快结阵！孙子，出大事了！这玩意儿免疫物理攻击，也免疫法术攻击。我的导弹打进去连个响都没有，佛祖的金钟罩也被啃穿了。陆岩，全球各地都出现了消失现象。刚才百慕大三角扩大了10倍，美国那边自由女神像没了一半，这是世界末日吗？免疫物理，免疫法术，这就是熵增的迹象化，是一切的终结。爷爷，还记得我之前烧给你的《三体》小说吗？记得，咋了？我们要对它进行降维打击。不，反过来，我们要进行升维打击。我们要烧一个概念武器。概念武器？你当你是写小说的？没错，杀子术的最高境界就是弄假成真。只要信念足够强，纸就是规则。
若云、小满，把你们的鬼力都借给我。阴寒之气与我体内阳气在体内冲撞，我感觉身体快要炸开了，但我必须画出来。需要我做什么？赵队，把你局里所有的国运徽章都拿来，我要借14亿人的信念一用。此时此刻，我不是一个人在战斗，我是神笔马良，我是仓颉，我是这方天地最后的修正者。成，烧。趁现在加固，把所有的军火都给我引爆，把能量灌注进封印里。可是大帅，那是咱们的全部家当啊！钱没了可以再赚，命没了就啥都没了。炸！哈哈哈哈哈哈！老子不仅打赢了西方，还打赢了虚空。以后这3届，谁敢不给我陆大山面子？善哉善哉，陆施主大义。陆家有功，功过相抵，之前的账一笔勾销。结束了吗？结束了，爸。谁啊？快递到货。陆先生您好，这是您刚才使用的3届跨域能量传输服务费以及国运借交手续费。另外，阎王爷托我给您带句话，您爷爷刚才虽然立了功，但他自爆了地府半个辖区的地皮，这笔重建费得算在您头上。虽然欠了一屁股债，但生活还得继续，而且日子似乎变得更精彩。3年后的白天，我的扎纸铺已经扩建成了3届物流贸易集团，门口挂着2块牌子，一块是749局特约合作伙伴，一块是地府驻阳间总领事馆。老板，来2台最新款的特斯拉 Model Z 纸扎版，要能飞的那种。我爷爷在下面要去天庭出差。好嘞，您稍等。若云，加个飞行服。韩若云现在已经是我的老板娘了，虽然她还是那副冷冰冰的样子，但看着我的眼神里多了几分温柔。家人们，今天给你们推荐的是孟婆姐姐最新研发的忘情奶茶，喝一口烦恼全忘，还能美容养颜哦。3、2、1，上链接。至于爷爷陆大山，他现在可是大忙，据说他被玉帝聘请为天庭军工部部长，专门负责给天兵天将升级装备。楼下传来老妈的声音，叫我下去吃饭。没错，我爸妈也知道这事儿。一开始他们吓得够呛，但看到爷爷在下面混得风生水起，甚至还托梦给他们传授了养生秘诀，这老2口也就接受了。来了，今晚吃什么？大蒜炒肉。能不提大蒜吗？